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 IoT 啊，准版本的定义。这个视频呢，我们想把这个我定义为是一个进阶版本啊，进阶的，主要是系统的来说一下我们的 IoT 的微软的划分啊，因为很多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或者不太熟悉啊。然后呢，我们IoT划分它分两种这个微软配置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它是上联口不带微软的方式，第二种是上联口带微软的方式啊，它收头差异不太一样。比如说啊，以当前这个图为例啊，这是一个典型的酒店业务率的场景啊。首先看啊，这是我们的 IoT 啊，这是我们的 IoT，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 IoT 服务器啊，这个是路由器，这个是 MPX 啊，这是你们监控录像机啊。那它的功能啊，那 MPX 服务器显然是提供电视业务啊，路由器提供上网业务。IPPX 提供电话业务，那监控很明显是监控业务啊。这三种业务情况下，它可以直接接入我们的上两口啊，比如说我们的电口1、2、3、4啊，分别来接这个上网啊、电视、电话和监控。那前四种业务情况下，它是下联啊，它是下传啊，下联给了光猫，通过光猫进行业务分离啊，分离出上网、WiFi、电话、电视啊。那监控呢？它是上传啊，通过分放器之后啊，通过 PON 口，然后呢，我们给电口4，然后接这个微相机啊。当然呢，我们这种头部图啊，它完全是要根据你的网络容量和的大小规模来定。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100方以内啊。那关于我们为什么说100方以内啊，可以往前翻以前的视频，我们讲过带宽的问题啊，带宽啊。比如说吧，我们常见的说网卡的速率啊，10、100、10M、100M 或者1000M 啊，那我们称为兆啊，10兆、100兆、1000兆。那它的单位它其实是M， 大 M 呢小 bps 啊，它表明我那网卡的传输速率啊。然后呢，我们之前都分析过了，我们那个带宽的问题啊，它为什么可以传输啊？比如说我们监控，我们说的码流啊，我们说是4兆啊，比如说200万啊，200万它是2兆码流，它是2Mbps，所以它的单位是统一的。那这个时候情况下，它就还来就我们带宽啊。关于这个常见问题，一定要往前翻你以前的视频啊。我认为我的视频怎么讲就是比较啰嗦啊，当然也可能比较细啊，需要有点耐心啊，因为很多朋友后来跟我问问题的时候，我又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完视频啊，然后就过来跟我沟通问题啊，所以怎么讲就是比较这个什么吧啊，就是没有就是很难攻到位啊，难攻到位。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说我们这种上联口不带微软的方式啊，微软方式它就适合于你一定要根据你的网络的规模大小来选择适合你的方式啊，所以说当我们的比如说你酒店房间那50间、60间、70间、80间，对吧？你基本上都可以省到这个交换机一个核心，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 IoT 的微烂它是个2层设备，然后就可以来省下功能来个当然如果你非要给它加一个交换机，加一个核心也不是不可以成本高低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的上联口不带微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如何来配上我们的 OT 蓝带网 T。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就是我们的带外管理历史因为我们后来就纠正过当我们有喷换情况下，一定要进单元管理192.168.100.1单元管理，然后呢，它进入我们这个登录界面说我们的账号 root 密码是爱的密然后点登录。登录以后呢，我们就点这个微烂管理点微烂管理。然后呢，首先我们看微烂假设我们微烂，我们从441开始配我们从441，然后呢配到41、42、43、44我们配4个微烂配到44。我们首先要操作这个就是我们的上联口不带微烂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定义为分别是我们先跟它配完吧然后呢，我们点一下单口缺层微烂比如说我们要41对应到电口G11，然后确认42，然后呢对应到电口2， 43对应到电口3， 44对应到电口4当然了，你完全可以把上下位的方便直观，把151个微烂
263748也微软啊，这样更为直观。这样的话，你后面的 IP 接口你可以完成加一个光模块啊。关于光模块的东西，也可以反向前面的视频，我们也都说过了啊，我都说过了。这样的话，你又可以完全充分的利用把这端口全部用上去啊。这样，然后呢还没有结束啊，然后我们把胖口不上去啊。微软41，我们胖口全选啊。微软42，胖口全选。微软43，我们把胖口全选。微软44啊，我们把胖口全选。确认。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上联口不带微软的配置，然后就完成了啊，完成了。大家再可以仔细看一下。首先说第一点啊，微软1啊，就所有的交换设备情况下，这个微软1是默认着是不能删掉的啊，情况下，因为如果我们之前说过，假如我们不配微软情况下，那么我们 OOT 你可以理解是个傻瓜式的光交换机啊，它是互通的，它是个大局域网，对吧？当然，如果你想把网络做得更好一点情况下，那一定要给它换微软，把不同业务进行分离啊，不能分离。所以我们同样的微软41、42、微软44，你可以进行定义它不同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给它配了一个描述啊，我们让微软41干嘛？我们可以给它定义为上网啊，你可以改一下，为了你方便直观看啊。微软41上网，微软42电视。微软43电话，微软44监控，对吧？这样非常直观。我们的业务方式啊，当然你配置完以后，一定得等一下保存配置啊，因为很多朋友他都忽略了之后，只要 LT 一掉电啊，就跟其他交换机是一样的。比如说华为啊，或者是锐际，你不保存，你肯定就是清空了啊，有清空了还是复位了啊。就这样就配置完成了啊。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微软方式啊，我们它这个界面啊，万幕界面，我们的直接是微软 ID， 然后是微软名称，然后是注意看它就在然后我们让胖口啊，我们让胖口的业务啊，胖口业务然后都不要切，然后呢这边是默认端口，大家说过啊，如果我们不会关情况下，那么胖口和电口是在一个微软下，所以它就是互通的。那现在呢，很明显，电口1、2、3、4。相互隔离，对吧？它跟5、6、7、8，那现在呢5、6、7、8，它还是在一个局域网下，它是一个互通的，明白吗？这样不就直观了？因为看这个东西就很明白啊。as typical 的啊，微软 pod 啊，就是默认端口，它默认微软口，默认情况下，这是1、2、3、4叫分别隔离的，明白吗？那这种方式，它就是我们配置上联口不带微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 AV 服务器没有多微软，对吧？它是直接连到了我们的 OD 电口上，对吧？我们的路由器没有多少微软，它直接到了我们的电口上，对吧？包括我们的 IPBX， 包括我们的对讲机都是直连我们的 LT 端口。那 LT 它承载了一个传输这些数据和业务的东西的功能，所以就是上联口不带微软的情况就是这样进行配置啊。我们分别把不同的端口接不同的设备，比如说我们电口1，对吧？电口1接什么呢？电口1接路由器 LAN 口，对吧？电口2接 IPTV 服务器，电口3接电话，电口4接监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我们的上端口设备没有带微软，完全通过我们的 LT 的2层设备，然后把端口进行隔离，来实现不同端口传输不同业务。就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当然，你配猫的时候，你不同的业务，比如说上网，你要配路由模式情况下，那么你得选中一定的微软，你的光猫里面你得选中微软41，对吧？电视配一个桥接，你的微软对应的是42，光猫业务啊，使用 SGU 啊，对吧？电话业务建议 VoIP 配置到微软43，对吧？监控业务配置到微软44，然后呢，你还需要当光猫上线以后情况下，我们需要对 NVIDIA 的端口进行分别的来进行绑定啊，比如说监控，我们计划让12传输，那么监控微软就是44啊，微软44。关于这一部分东西，你再往前翻一翻之前视频啊，我们特意讲过关于同时传输监控，然后做微软，
那之前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关于上脸口不带微软的视频啊，之前的视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除了个别的导切的视频不是啊，你可以多多对比一下，好吧？那这样情况下，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瞬间收藏一下啊，再来你可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上脸口不带微软，什么是上脸口不带微软？刚才我们也解释了，我们看拓扑图，我们上脸口这些设备没有配微软，所以说上脸口的数据没有微软，它只连 LT。然后它是用什么环境？刚才也说了，根据你的网络状况带宽酒店或者其他一些网络环境啊，来进行选择搭配。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横交换机啊，直接通你的 LT 进行断口波段。包括光猫的配置，我们也说过了，可以这个视频你结合前面的视频，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讲，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在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你要面对很多设备的配置，包括猫的配置，对吧？需要你好好认真看的视频，然后当然你要。方便的话，你可以买到设备啊，买到设备，然后再进行操作一下，然后你就印象比较深刻了啊。那就这样，那下面呢，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上脸口啊，说一下我们的上脸口，如果带微软情况下，我们如何去配置它。